打扰你们互相可怜了。我呀，三公主，三公主，还不快起来！你们要压死我吗？三公主，可曾伤着？少假惺惺，逞上伤，给我等着，迟早收拾你！哎呀，受伤妹妹，这香粉容易迷眼，你可小心点儿。什么东西？别烧起来！快灭火呀！快，灭火呀！快呀！别愣着，快将三公主的外裳脱去。别碰啊！我就知道你舍不得那身野鸡衣裙，我让你换也不换，是连小命都不想要了吗？给我脱了！你脖子上还戴着什么玩意儿？一定是你在我身上做了手脚，故意害我出丑。今日或是祭奠，谁允许你穿成这样？这已经是三令五申，在宫中要杜绝奢靡之风，以消天下。而你呢，把朕的旨意当成了耳旁风啊！在你的眼里，还有没有朕这个父皇啊？父皇恕罪，我本是无心的。今日是我去探望母妃后，才得知祭典一事，又着急去长秋宫赴午宴，衣裙已无法更换，所以才不得不用母妃外袍遮掩的。或是祭典每年一次，你若不记得，那更是可恨。你身为公主啊，是天下之俸禄，却不曾将建国的恩者铭记于心，着实该打。父皇，三妹此事确实做错了，还请父皇重重责罚。只是此为家事，今日又为霍侯祭奠之日，不便当着霍侯的面惩罚三妹，令她临下难安。不如回永乐宫中再做处置。父皇，我表哥宣驸马一年俸禄不过300贯，三子此身绫罗珠宝，怕是不下100斤吧。这几日孩儿常看三子颇为阔绰，有时一日能换3道首饰呢。身为公主，财源不明，可并非区区家事啊。对呀，你倒是说说，你是从何处获得如此多的财富？我与人合开酒楼所赚。这是何意啊？父皇，这是三妹领地流通的伪币。三皇兄，以我一母同胞，你竟告发我？我只知律法有文，皇族子嗣私自铸币，本该就与叛国同罪。你我先是父皇的臣子，然后再是兄妹。你竟敢自己私铸伪币啊！建国不过10几载，你这是要灭朝亡国吗？不是我，
儿臣并不知情啊！母妃救我！母妃救救儿臣！儿臣封地并无矿山，如何铸币？父皇，我冤枉啊！父皇，儿臣已经命人拿下了运送此币之人，审问之下已经确定，这些伪币都是寿春所制。寿春是小乾安王的封地，更是老乾安王属下彭坤统领，那可都是宣家人所为啊！儿臣是被他们连累的，父皇。三妹，你莫急着要撇清关系，这些伪币能够流进你的封地，那也是你监管不当，罚你也不远。子申啊，你就同姬尊一起去查吧。倘若此事真是小乾安王所为，那就此收回他的寿春矿山吧。父皇，他们铸币，为何小乾安王只是收回矿山？为何不杀了他？就因为他们有恩于皇后宣氏吗？住口！事已至此，你还不思悔改，还妄图胡乱盘扯！来人呐，来人，把他拖出去，狠狠地打！父皇，父皇，父皇！求你轻点儿！怎么哭？岳飞，药已换好了，臣告退。妹妹还有心谱曲呢，那圣上分明就是偏心呢，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三兄若觉得罚的不够，我可央求圣上再打一次，务必打断他的腿才好。私自铸币是强了小王爷，女儿也不过被下注所骗，才会令伪币在封地流通。父王为何就责打我一人？我不服！少说两句。此话，骗骗你自己也就罢了，在封地用伪币，明明是你有意为之，否则你哪来的钱财买那一身富贵衣衫？哪来的钱财买那些珠钗头饰呢？妹妹，还有兄长你，三公主她没脑子。断然想不出这种文修君在前冒险，他暗中在后挣钱的法子。圣上没有责令严查，那是为了要给我们岳氏留那么点脸面。三皇兄如何会知晓我封地流通伪币？定是有人背后在对付我们岳氏。娘，是长秋宫那位。要么就是那林不疑，还有那陈阳生。我为他设计我，赖了一包再翻出货，我何也会被父王发现？还不是你蠢！我怎会生出你这般蠢笨又眼皮子浅的女娘？我倒要感谢陈少商，若非他一番设计，加之你三兄主动揭发，日后你还不定要办出多少有损我岳氏颜面的事来。阿恒，你
自小跟随圣上，你与圣上才是真真切切的原配夫妻。可是圣上心里也这样想的吗？长秋宫为何处处能压你一头？这一次，圣上就是看在长秋宫的颜面上，才饶过小钱王。可是你呢？他可丝毫没顾及于你的情分，如此重罚三公主。三兄，我曾说过，若谁再提此事，必重罚。你不让我说，我偏要说。阿豪啊，当年我们跟随圣上，他身无长物，那骑士兵马全部都是来自我们岳氏。圣上对你一见钟情，更是天下要定娶你为妻。可是谁知道，这青梅竹马终究还是敌不过江山伟业。为了借宣氏钱财，用宣氏兵马，又纳入了宣氏。这其实都无所谓。可是于情于理，你在先，他在后，怎么这皇业已定，他就可以母仪天下，你却成了妃嫔了呢？这不公平啊！宣氏为圣上谋天下，倾尽全部身家。曾经追随圣上的霍氏，也已失去了全族性命。可我们岳氏，好歹还有你我兄妹二人。圣上为了安抚我，特命两宫同位，这对母仪天下的皇后何曾公平？对疯癫痴傻的霍君华又何曾公平？三兄想要的我都知晓，今日我也把话放在这儿，我想要的都已得到，你心心念念的那些，我岳衡一个都不稀罕。今后少打着我的旗号给我惹麻烦，若是再有下次，休怪我不顾念兄妹之情了。阿兄，阿兄，阿兄，你看，你看呀，你看我今日这身打扮可光鲜，我穿着它去见文家阿兄可好啊？甚是好看。上次乾安王寿宴，我就穿的是这身，生生压过他岳衡。你可曾得罪过岳氏？我恨岳衡，命人绑了他。若不是兄长和文家阿兄及时赶到，那岳衡早就凉透了。谁知文家阿兄从那日起便不理君华了。但以你对岳氏的了解，倘若你我二人遇险，小岳侯可会及时来救？阿兄，你这么厉害，怎么可能遇险呢？
皇上，这岳家分明欺人太甚。幸而有程家四娘子将此事戳破。以前还不觉得，现在想想，若是能得个如此有仇报仇的少女眷，实在过瘾。动小月侯，只有让他犯下更大的过错。这小月侯华不留手，想让他露出马脚可不容易。那文修君若是有他一半的脑子，前王一脉也不至今日。他本就是靠着少主公才逃过一劫，却还不消停。你们瞧，今日他又暗中给他的儿子王龙送信，被我们截下了。前安王祖怎堪此辱？失我寿春，何能立足？叛而出征，以剿匪之功，重立威名；缴得钱财，以资令救。真是蠢货！自己的父亲死得不明不白也不去查，整日里就只知做这些贴补弟弟的蠢事。你们就将此信原封不动地送去王龙那里，再向山匪透个信，说圣上剿匪，不胜不贵。少主公是想让那王龙被擒，留着王纯父子这两个蠢货在场，迟早后果。就让他们因为此事被罢官，也好过将来犯了大错，家族尽灭的好。哎呦！休个嫁妆也能将手刺破，那这日后如何做得子胜的心腹啊？皇后一直向朕美言说你呀聪慧周全，倘若真将这长秋宫的寿宴交予你来操办，你这般毛毛躁躁，可操办得了啊？确实操办不了。哎，陛下。少商进宫学规矩不过月余，诸事不懂，哪抵得上鸡通阿紫、八面玲珑？再说，少商还要听陛下吩咐，日日留出心力与林将军花前月下谈情说爱，哪抽得出空子来置办皇后寿宴这般大事？陛下，你就不要难为少商了。朕就知道你要推脱，明明是你自己知难而退，偏要把这些责任推脱到朕的身上。好，这回寿宴呐，朕偏要让你来操办，就不由得你啊多清闲。什么？王龙带人去剿匪，竟然全军被困。子胜，这该怎么办呀？我该如何向父皇禀明啊？王龙擅自带兵出征，私自行动，陛下知道后定然会大怒。若想保住其性命，
可令其父王纯辞官。陛下念及前安王情分，也许会饶他一命。可我这外姑父王将军，正值壮年，如何能治事啊？子成，要不然悄然带兵出征，解救王龙后归来，这样父皇便不会知晓了。殿下擅自带兵出征，乃是欺君之罪。可王将军毕竟是我外姑父。殿下，你身为储君，圣上最不喜的便是你与外戚走动过境。身为天子，可屈群臣，不可为群臣所屈。再者，那王纯本非将才，若非殿下为其谋得职位，他远不配领兵统将。殿下，你将来继位，眼中所见，心中所想，不能只是一家一族，得是千家万户。为君者，不可任人唯亲。陛下，陛下可要三思啊！这宫中如此多的皇子公主，你将皇后这么大寿宴的事情交于我来做，我怕我实在是做不好。倒也无妨，日后你嫁于子胜，总要操持府内事务，迎来送往的也是难免。余信你能行，就不必再推脱了。陛下，太子殿下求见，似有要事。母后，皇后，你可得跟我好好说说，往日的千秋宴都是如何办的？这个我可是一窍不通。也就是跟百官饮酒用膳，只是比平常家宴多了歌舞庆贺罢了。他这是擅离职守，如今还被贼匪扣了，此等行为你还维护他？皇后，方才我兄弟鸳鸯，你看着如何？皇后，缓兵之计，如此荒唐变言，你也说得出口啊？为维护王龙这个蠢货，你是要欺君吗？你身为储君，当懂得国事家事孰轻孰重，任凭再亲近之人，若犯国法，也当从严处置。你看看你今日求情的为亲模样，堪称得上一个储君吗？皇后若担心太子殿下，我可借送茶之时偷偷去查看一番。不必了。太子被圣上训斥，也非首次。圣上发过火，过几日就会算了。都怪于教子无方，才会让太子随了余的脾性，软弱寡断，任人唯亲。谁说的？皇后是这世上最温柔体贴的女子，太子殿下便是随了皇后，才这般的得人心善。待日后太子继位，定也是一位宽宏仁厚的明君。若他只是寻常人，余定会为有如此良善的孩儿骄傲。可他偏贵为储君，他日是天下之主，这便不值得骄傲了。储君为何不能良善仁德？这是何来的道理？圣上开朝不过10余年，根基尚且未稳，时时刻刻需要做生杀决断。
太子虽宅心仁厚，但未必是最适合高位人选。若他只是个寻常孩儿，而鱼只是个寻常阿母，那该多好！也不披件衣裳，万一着凉了，如何进宫服侍皇后啊？阿嬷，我出生之前，你可有想过我会是怎样的人？怎么，突然问到这个问题？今日皇后跟我说，她希望太子是个平常孩儿，哪怕庸碌一生，但只要快乐、平安，便就是最好的事情。阿木也是此般想的。我就知道是我想太多了。阿母最不喜欢碌碌无用之人。阿母心中的孩儿，定是像洋洋阿紫那般乖巧懂事，又怎会是我这样又不听话、顽劣固执的女娘？是我令阿母失望了。娘娘回去睡了。夫人怎么了？为何不回屋休息啊？刚才袅袅问我，期待他今后成为什么样的人？大半夜，他怎想问这些没头没脑的话？今日皇后跟他说，希望太子做个寻常人，远离朝堂是非。袅袅也是第一次体谅到了做父母的辛酸。不过，不是为了我们。人长大，哪只有父母两位老师啊？从他人处学来也不是坏事，总比一辈子都不懂体谅父母强吧？嘿嘿嘿。夫人怕是吃醋，袅袅从皇后处学会了体谅父母嘛？这有什么呢？我只是说说而已，夫人不要生气啊。该不会不让我回屋吧？
殿下。殿下，怎么了？怎么不着衣袜？会着凉的。方才，你可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响？这般晚了，东宫寝殿怎会有奇怪的声响？会不会是值夜的工人？哎呀，不行，我心中总觉得不妥当，我得去看看这虎符是否还在。虎符还在，殿下可放心了。事关重大，此物关乎着东宫和长秋宫的荣辱，不得有失。倘若真的出了纰漏，我的储君之位不保倒还好说，就怕是牵连到母后。这些事，我一直寝食难安。这虎符，就像索命的神套，累得我喘不过气来。殿下也是太过交心了，这虎符在宫中放了这么多年，如何就丢得？在父皇手中放着，与在吾手中放着，这能一样吗？不行，这宫中人多眼杂，放在东宫里，我总觉得不踏实。那不若咱们这几日先不住在东宫，将虎符带去子贵别院。那的守卫是妾兄孙胜的亲信，殿下也可放心些。待得调兵遣将时，再将虎符带回。对，这子贵别院人少也安全些。那吾明日就将这虎符带出宫，放出去。女公子，快起来啦！什么门都没关。女公子，怎么睡在这儿了？女公子，日后可不能这般睡了。老夫人说了，睡觉着凉，将来到老了会不记事儿的。老夫人自身便是如此，现在记性已经不大好了。但我们记性可算不好过。他连20年前隔壁赵婶来接他2颗鸡蛋没还，如今都还记得。女公子这话可不能让老夫人听见了，不然她能再记恨你10年呢。女公子今日休沐，可是又要与林将军出门游玩？连忙给女公子梳个好看样式的发髻。不去，好不容易在家歇息1个月，我就窝在这儿，哪儿也不去。女公子又与林将军吵架了？什么叫又？我经常与他吵架吗？这林将军在都城中，谁人不称其冷面将军？谁人见了不瑟瑟发抖？也只有女公子敢与他生气了。不过以咱们女公子的聪慧，想哄什么人哄不了。可女公子对林将军却不肯用那些哄骗人的手段。所以呀，你们对彼此都与众不同。什么与众不同？不过就是他难伺候，我懒得伺候。女公子，
宫中来人，带来太子妃口信。虎符不见了，是何时的事，在何处不见的？哎，殿下为何擅自要将虎符带出东宫？臣不是早说过，虎符一定要留在东宫吗？吾就是太过担心虎符安危，所以才日夜难眠，还时常听见奇怪动静。太子妃说这宫中人多眼杂，不如将这虎符带给他堂兄孙胜，让他带去子贵别院。吾想着，那好歹是他娘家人，又身兼东宫护卫首领多年，怎么着也能将此重物看得牢一些。可谁曾想，这半路上就给弄丢了。子胜，再过2日，万将军就要带兵剿匪营救王将军，吾要当着百官的面去导送3军。届时若拿不出虎符，这该如何是好？臣早就说过，那孙胜行事粗疏，不堪重用，殿下为何还让其安坐东宫侍卫首领之位，行此大事呢？可那毕竟是太子妃的堂兄，太子妃央求吾替其担保，吾也不好驳了太子妃的脸面。殿下总是这样，任用亲友，却从不在意其才德。子胜，吾知其为大错，快帮吾想想法子，这接下来吾该怎么办呀？此事皆因王纯而起，殿下可曾问过他的意思？车骑将军他病了。病了？那娄太傅呢？他不会也病了吧？那倒没有。娄太傅说此事可大可小，大无轻忽职责，罔顾父皇重托，无御下之能；小无非无意识不慎，视察弄丢了。此话是个人都会说，应对之策呢？娄太傅让吾去求母后，请母后替吾请罪。父皇爱重母后，必定会法外开恩。那殿下以为此计可行否？为人子女，不能好好孝顺父母也就罢了，总不能事事都连累父母。母后是何等清华高贵之人，20余年来，从未因为私事向父皇开口过。吾不想因为此事折辱母后的尊严。此事也不是完全没有法子。子胜也来了，你来作甚？妾也是担忧此事。子胜是殿下兄弟，又素得父皇信任，他在父皇跟前说上一句，顶得上他人说100句1000句。此事你我束手无策，但子胜定然轻而易举。若想解决此事，的确不难，只不过需要楚妃帮殿下的忙。只要能为殿下分忧，妾身万死莫辞。楚妃只需向圣上请罪，说此事皆为自身过错，太子受牵连即可。这岂非欺君？这是眼下唯一的法子。莫非楚妃不愿意？妾并非不愿意帮殿下，妾只是……你们2郎怎能出了事情就推卸责任，口口声声红颜祸水，不过就是想让家中女眷顶罪罢了。你今日不是休沐吗？怎么来东宫了？东宫议事，你不便在此，快出去吧。楚妃请我来的，你为何要让我出去？都是妾的罪过。妾想着少商深得母后信任，处处为母后排忧解难，他这般聪慧懂事，定能为东宫出份力，是以特请他来。少商，你也不必为了我与子胜争吵。
咱们先出去吧。真是岂有此理，竟然轰我出来！子慎也是担心你，怕你卷入此事惹麻烦。都是我思虑不周，不该牵扯你进来。只是我太过紧张殿下处境，殿下屡次犯错，父皇早有不满。若此次再犯下如此滔天大罪，怕是会牵连母后。若实无办法，大不了我去找父皇，承认虎符是我弄丢的，保全母后与殿下自己去死。那怎么能行？身上若怪罪下来，楚妃位置怕是不保。殿下本就有心上人，若我让出楚妃之位，没准还能成全他们。楚妃，少女君，天色不早，少主公吩咐我们送你回府。林将军呢？少主公被万将军请去商议增援王将军事宜，去就回。少女君请吧。之前就有说过背他的，为何还是不背？背了，少主公怎么抱少女君上车呀？没有他的，我们会屈背以供少女君踩踏上车。不必了。你是我送进宫的，别任性了。我送你回去吧。不必了，我自己回去。啊！不是，林梦怡，放手！干什么呀你？林梦怡，放下！才这点力气，怎么走回去啊？那我不回去，我回长秋宫，回长秋宫找皇后行了吧？少商，是我不该凶你，对不起。是因为虎符之事实在太过于重大，我实在不想你牵扯其中，所以才语气重了一些。这样，你先回长秋宫好生歇歇，其余的事交给我，好吗？少女君这是生气还是不生气啊？他若是就这般算了，他也就不是他了。叮嘱东宫，尤其是楚妃，有任何异样，即刻告知于我。是。皇后看看，老身今日翻到了何宝物？亏你还能找到，这不是太子出生时穿过的小衣吗？皇后贵人生育2子3女，为太子殿下的小衣，皇后一直留着，无论如何随圣上颠沛，都不曾丢弃过。老身
哪舍得扔啊？我记得诞下太子时最为艰难，因彼时圣上大业未成，整日担惊受怕的。偏他呀，又比平常婴还大些，整整折磨了我10个时辰，方才诞下，急得圣上险些昏了过去。常言道，越是在腹中折磨母亲的孩子，出生后越孝顺。是啊，太子是所有儿女中最为孝顺的，大约是知晓我为他受苦颇多吧。幸好圣上肯将统领将士的虎符赐下，震慑有异心之辈，储君之位至此也稳妥了，我也方能安心些。皇后可是怕储君之位不保？我从不认为太子适合做储君，只是你可知，所有从储君之位退下的皇家子嗣是何下场？非自尽，便被杀。就算是我身为人母的私心罢了，自己千辛万苦诞下的孩儿，若就此死于非命，我这余生也就终了了。太子妃，可见过虎符模样？臣万松柏参见陛下。此次剿匪，愿万卿旗开得胜。谢陛下。赐虎符。是。等等，敢问有何不妥？小月侯，陛下，听闻虎符中有磁石，可合二为一。这虎符可是统领三军不得儿戏呀！万将军，就不检验一番吗？哼，是真是假，一核便知。此生万将军，凌将军。
哈哈哈哈！小月侯，还有何疑惑？我能有什么疑惑？祝万将军早日凯旋呐！谢了。祝万将军早日凯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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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所做的虎符只是外形一样，但我不知虎符里面有磁石，所以不曾放磁石。为什么能合上？这样，你先回长秋宫好生歇歇，其余的事交给我。少主公，刚刚从宫里传出消息，说少女君，不，是程家娘子去了东宫。也许只是去出主意的。她就是这般，不会放过所有害她的人，更不会辜负所有待她好的人。为救太子与皇后，他怎可能只是出主意？而且，去请霍氏虎符吧。小月侯收买孙胜盗走虎符，定是想令太子无法收场。眼下追查虎符下落尚需10日，唯有霍氏虎符可以依旧了。少主公，这虎符乃圣上当年赐予霍将军的，也是霍将军在世间仅存一物了。你当真要拿去给程娘子做人情吗？我霍氏虎符与太子殿下手中那对出自同时，除细微花纹不同以外，可谓是一模一样。唯有这样，少商才不会露馅。圣上心疼少主公，才将霍将军这对虎符赠与少主公做私符。如送出，少主公手中便再无霍氏一物了。果真要为程娘子交出吗？若虎符一事败露，定会查到少商身上。我已经答应过他，无论他做何事，我都会护着他。而这一次，也不会例外。堂子为何要叹气？现在全都城都知道堂子能干贤惠，我都听说你有好几个官宦都前来提亲了，就连平时爱迷路的班小豪，这不也是天天往府上来，这来府上的路都记得滚瓜烂熟了，再也不怕迷路了。堂子，你这是好事将近啊！
为何还要叹气啊？可是，大伯母问我怎么想，要我拿主意。婚姻大事，我怎么能拿主意呢？娘娘，你是知道的，我什么时候有过主意呀？能自己拿主意还不好啊？你看我都没办法自己拿主意呢。你就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，你那是圣上指婚，凭谁来都拆散不了你们。不像我跟阿宋，这家中若是不点头，我们俩就只能做一对苦命鸳鸯。你们说，这成婚是好事还是坏事？为何我觉得比以前还丑啊？我哪知道啊，我又不嫁人，我那是娶夫君。哎，你次兄可是答应入赘我们万家的。汤子呢？反正我喜欢的人未必也喜欢我。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听从大伯母安排就是了。若他让我嫁给搬家，我也愿意答应。不管怎样，大伯母定都是为了我好，他替我做的选择，错不了。好什么好啊？若是日后你成婚了，你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，还不如自己一个人过呢。这成亲自然是要夫唱妇随，掌握在别人手中又如何？你次兄不就是什么都听我的？我只动，他就不敢往西。我瞧他也挺乐在其中。夫唱妇随，夫唱妇随，这能是一件事吗？哎，说了你们也听不懂。这如何说不通啊？我跟你说啊，这男女之间啊，多么简单的事儿，无非就是喜欢了就在一起，不喜欢了就分开呗。你这整日愁东愁西的，都不像你程少上了。我就问你啊，你对那林不疑到底是什么心思啊？你心悦他吗？我不知道啊。大部分的时间，其实我跟他在一起是开心的，而且我觉得我自己是心悦他的。不过每当我觉得能跟他一直这么开心的时候，他就气我，气得我喘不过气来。嗨，我跟你次兄从前也是天天吵闹，这吵完了不又是亲亲热热？你就想一想，你跟他在一处时，是高兴的时候多，还是不高兴的时候多？是他哄你开心的时候多，还是惹你生气的时候多？这比一比不就知道了吗？比一比。汝阳王府的时候，他替我解围，这算好事。不过在你府上的时候，他借拆桥一事威胁我，这算坏事。一件好事，一件坏事，抵消了。怀仙遇险之时，他救了我；渡高山的时候，又帮了我。不过他不顾我的意愿，就让圣上赐婚，陷我家人于不顾。后来又干涉我，不让我贪吃贪睡。你也得想，这可扯不平啊！这为何扯不平？你对他的埋怨，无非就是少喝了2顿酒，少睡了1个时辰，人家对你呢，上刀山下火海，活出了性命，这扯得平吗？咱别的不说啊，人家那一身伤，有好几处都是为你落下的，做人可要凭良心啊！人家光就你这一件事，就足够抵消你对他的一大堆埋怨。你呀，可不能仗着人家喜欢你，
就觉得人家为你做一切都理所应当，你不需要为人家做任何事吧？七七阿紫说的有道理。我虽不知夫妻之间如何相处才是对的，但我觉得，倘若有一人能在你最危难时不顾性命的来救你，在你最无助时可以在你身后守护你，那这个人便值得你去喜欢。人与人相处，无非是以真心换真心，莫辜负一腔深情罢了。袅袅，少少，你去哪儿啊？你还没用膳呢。王丹，给我杯马上，给我千匹马过来。你在此守了一夜，娘娘，不止一夜。只要我不曾宿在长秋宫，你都会暗中送我回来，在门口守着。我知你不喜这些，所以今日我本来也要去府上找你的。虎符之事，多亏了你。我知道原委，你不必因为此事与我多说些什么。我所做一切心甘情愿。还有什么是你不知晓的吗？自然是有。就像此刻，我不知你是出于形势所迫，才想与我和好，还是发自肺腑的想与我和好。但不管是哪种情形，我都不愿你委屈自己。所以，只能是我来找你了。你三番四次的救我，我内心很是感激。只是我不能像我阿父阿母那般夫唱妇随，也无法像杨洋堂子那样顺从天命。我不知道如何做他人夫人。从前与你在一起之时，我觉得不得不妥协，放低身段。可如今我才知道，不得不妥协，放低身段的都是你。此事我也有错，错在我明明喜爱的，就是不顾一切、行事孤勇的你，却还是不由得去约束你、限制你。娘娘，在我面前，你不用压低身段，也不用学任何人。我心悦的，就是这般的你。其实今日我来，是有2句话要对你说。第一句，从今往后，我定会使劲对你好，好到你觉得烦为止。好，第一句我暂且记下了。那第二句呢？第二句，当我们很老很老了，老的头发都白了，那时，当我想起你待我的好，定不会忘记今日。少少，我们早些成亲，可好？
这是哪儿啊？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？这里是我阿母的住处，我想带你来见我阿母。可你我还未定亲，我现在就来见未来君姑，是不是太快了？哪里快了？分明是太慢了。我恨不得明日我们就宴请四方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笨呢？这朵杏花都不会呀！莫急莫急，我再摘给你看好啊。那朵啊，好，你快点儿，快点儿！少少，莫急啊。进去之后，无论听到什么、看到什么，都别先多言。回头我再跟你解释，好吗？哎呀，你快呀！好。女公子，侄子建安了。哦，小女子陈少商给女公子建安。你就是那个上次来吃白食的，这次居然还带了个心腹一起来打秋风。我告诉你们啊，凡事适可而止，别斗蹭进尺。我阿兄那是脾气好，我可不会惯着你们这些蹭吃蹭喝的。菊花莫生气啊，要出皱纹喽。你胡说！我28年花哪里来的皱纹？你是不是被岳恒那个不要脸的收买了，跟他一起来羞辱我？我哪有啊！你等着，你们都给我等着！我要让那个岳恒颜面扫地，身败名裂。这天下又不只是圣上，只有阿温兄长一个儿郎，是不是？你还可以另嫁他人吗？他人啊？那个姓林的，相貌倒是还可以入眼，只不过他是从外乡避难而来的，穷了些，一家老少缺吃少药的。不怕，兄长有人有钱，帮扶他就是了。我们林氏总会慢慢兴旺起来的。兄长，我好些时日没见到我的兄长了。哎，我兄长在哪里呀？我的阿兄呢？我的阿兄呢？我的兄长，他已经死了！我的兄长，他死了！他一家老少和全族都死了！我的兄长，我的兄长，我的兄长，我要去找他，我要去找我的兄长，兄长，我的阿兄！林毅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你怎么不去死？你俘虏我，你还活着！我要你去死！你要去死！哎，侯夫人，侯夫人，他是你儿子立的山夫人，侯夫人。你去死！你去死！你快去涂药！你去死！这交给我了啊！你去死！快走！死！可以死！他死！可以死啊！死！我说几句话。子珊，上药吧。三皇子日后鹏程万里，吾等还得仰仗侯爷呀。吾等本是同殿同僚，自然是要相互扶持。放心，放心。夜已深了，吾等不打扰侯爷了，就先行告退了。啊，好。诸位慢走，慢走。
更易太子的传言还不知道是真假呢，这帮人倒是懂得适时投机呀。不过是迟早的事。如今越是如日中天，朝臣攀附也是人之常情。田掌柜，今日千里的罪可还有的吗？我定要与他们不醉不归。见过五公主，千里罪都给公主留着呢。臣见过五公主。哎呦，真巧啊！我与诸位幕僚们引荐一番，这可是我未来军舅呢。五公主还真是好雅兴啊，只是不知今日来此，长秋宫可否知道？我还没嫁到你们岳氏，便这般迫不及待的想约束我，我可是公主小岳侯，这天下姓文不姓岳，与文氏并肩者，只有我母族宣氏。田掌柜，侯爷，我知道你这里可以请伶人弹唱。我儿心腹性子不羁，总喜欢结交一些俊俏郎君。我既是他的军舅，就应该投其所好，送你一些见面礼。小的明白。还有，朝中的一些传闻也应该让我家心腹知道，毕竟马上就是一家人了，彼此分忧也是应该的。侯爷放心，小的并无其他能耐，只是经营许多酒楼，迎来送往，消息也比旁人传得快些。田掌柜，你可是有大能耐的人呐！哈哈哈。楚妃也在，另有许多皇子公主，山上为何要将此等苦差事都要交于我来做？我倒觉得父皇此举英明。平素这些采买用度，我都要算上好些日，你这才半日便好了。再说了，长秋宫寿宴，身为母后子女，无非就是太子殿下、子慎与小五三人，难不成还指望小五啊？若只是算账还好，为何文武百官家眷位置安排也要由我来筹划？我这人还认不齐呢。父皇母后呢，也是想让你尽快将宫中事务熟悉起来，故而特此命我来协助于你。这当十一郎心腹可真难，比掌管一县还难。想到之前华县重建时，我也不曾如此头疼过。我也从未想过，自己的夫君会是一朝储君。我的母族原指望依靠我飞黄腾达，可却不知我实是无能为力。他们明里暗里总是非议我背祖忘宗，可是其中的苦处，又岂是旁人可知？楚妃千万别这般说，你与殿下都是宽厚之人，明明就是旁人，贪心不足。太子殿下也是念及亲情才会替王将军遮掩，但是天家无情，如此重情重义，反倒是过错了。我也实在是弄不明白，重情重义怎会是过错？若太子殿下失了仁德之心，这才会令人不齿。
这世上之人，个个都说大道理，偏我觉得做人无愧于心，对得起自己就好。皇兄呢？皇兄呢？我要见他。五公主，太子殿下正在书房议事，今日不宜见客。此书轮得到你回嘴吗？东宫也是你配待的地方，滚出去！父皇命少商为母后筹备寿宴一事，我也要帮衬一二，是以特请少商过来。东宫地位眼看不保，你还有闲心在此处装贤良？今日此事就议到此吧。皇兄，太子殿下，臣等先行告退。五妹，何事在这大吵大叫的？那废物王龙要死便由他死好了。皇兄为个草包惹怒父皇，被废除，可还值得？五妹，王龙也是你的从外兄，你怎能说出这般凉薄之言呢？我凉薄，永乐宫三皇子对储君之位虎视眈眈，你却做出这般糊涂事。若你太子位不保，日后天下可还有我们长秋宫众儿女的立足之处吗？你心中就只有权势，没有亲情吗？若无耻之自保，视亲人的安危若无睹，那这太子不当也罢。你以为你配能得？若我是男儿身，这太子位还真轮不到皇兄。还请五公主慎言。你如此咄咄逼人，就是笃定太子殿下不会与你计较。殿下若真如你所说那般当机立断，五公主，你此时早已被定罪。五妹，你口口声声说殿下不该惹怒父皇，可你3番4次拒婚，难道不也是在惹怒父皇吗？殿下从未干涉过你的婚事，你为何因权势地位不保，便对着殿下发火泄愤呢？皇兄当然不会干涉我的婚事，当初他再心不甘情不愿，不还是娶了你吗？宫中何人不知晓皇兄心中人究竟是谁？皇兄是可怜你家境贫困，被绝婚后无地可容，你才能在储妃位上安坐。五妹还是请回吧，日后无事就不必来东宫了。待你出嫁月事之时，吾定会替你添妆。你真是冥顽不灵，非要与王家人共沉沦。我这就去找母后说理去。皇后如何了？五公主闹了一番，将皇后气得心悸，此时不肯言语，也不肯用膳。我去劝。可皇后谁都不想见，怕是程娘子去了也无用。父母生病劳虑时，嘴上虽说着谁也不想见，但心里不知多盼着孩儿能冲进去。只要不信，不信我有法子。皇后一整日都未曾进食了，多少吃些吧。坊间传闻，莫要放在心上。皇后，快瞧瞧，我给你带了什么好东西来。皇后胃口不好，不想用膳。我不是来劝皇后用膳的，我是来找皇后帮忙的。皇后快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在自家院子里种的胡瓜，忙了好些日子才种出这一些呢。胡瓜可是西域的贡品，我没有吃过，
但是皇后吃过。皇后帮我品鉴品鉴，我这胡瓜跟西域的胡瓜是否是一样？怎的如此咸？哎呀，我拿井盐腌制过了，不过拿出来的时候我又放了一遍盐，我忘记了。既然如此咸，赶紧喝口粥压压。还是咸吧，再喝一口。你这胡瓜倒是开胃。如今鱼也吃了，这下你该放心了吧？我又不是来找皇后用膳的，我是来找皇后帮忙的。皇后还未曾说是我这胡瓜好，还是西域的胡瓜好。就你鬼主意多，咸成这般，让我如何比较？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晚些再做一些甜的过来，皇后再尝尝甜的如何？甜的也压不住咸的，那就酸的，酸的定能压得住啊！你这孩子真是赖皮，就你这手艺，我要咽下这些胡瓜，得用多少粥来配呀？皇后要是愿意多喝2口粥，少上求之不得呢。口中还是觉得咸，那便就多喝2口。走，快走吧，走。里面有程娘子服侍，你我就别打扰皇后与程娘子说题几话了。想不到皇后在宫中还能遇到这般宽心之人，十一郎真是挑了个好心腹。洛娘子怎么不进去服侍啊？少商妹妹在里面陪皇后说话，翟敖特地叮嘱过，你我别去打扰他们。这武将女真会找机会攀附，这才进宫几日啊？怎么，有她在的地方，你我便都不能踏足了吗？咱们还没嫁去西北呢，倒是她先登堂入室了。非但抢了皇后不说，就连林将军也……若是洛娘子能嫁给林将军，我们又何必去那西北苦寒之地啊？春条住口，此事不许再说。西北再苦，也是你我的命。有人天生命好，嫁得如意郎婿，又有帝后庇佑。你我也怨恨不得。洛娘子，你就是脾气太好了。要是换做那几位公主，看谁能轻饶她。想高攀帝后，也不看看人家亲儿女答不答应。皇后，寿宴就用这胡瓜做开胃小菜，如何？还是用些寻常物吧。如今宫中倡导节俭，余岂能带头用这些西域食材？少商已将种胡瓜的法子给琢磨明白了，自个儿就能种，就此也不糜费了。到时候还可以让子申过来帮忙，犁地一大棚，
店里找个空地就能种，让文武百官们也尝尝这西域的胡瓜是何滋味，可好？改日啊，我要向你阿父阿母讨教一番，如何教得你这般体贴巧嘴的。我呀，就是不知如何做人父母，才将儿女教得如此失败。皇后，你可得早些宣我阿父阿母进宫来才行。我阿父阿母总觉得我这个人文不成武不就，学问不行，简直就是一无是处。所以皇后，选我阿父阿母进宫之后，你可得好好夸奖我一番，要让他们知道，并非是我不行，而是他们不珍惜眼前人，总去羡慕别人的儿老女娘。而且，你得要他们知晓，像你这样谆谆教诲、不责罚儿女的父母，这才是好父母啊！哪有用眼前人去代教父母与子女的？不过呀，你说的不对，这世间父母都是看自家孩子好，羡慕人家孩子，只是用来教导自己子女罢了。你若让他们用自己的子女去换，你看他换是不换？可长此以往的比较，子女心中怎会不生怨怼？为人父母怎会不知这些粗浅的道理？只是人生不能重来，子女教育职责更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再无回头路。唯有子女强大一分，父母才能安心一分。逼你们，实则是在逼我们自己。母后身体如何？殿下若想知道的话，自己进去看看不就明了了？是我无能，令父皇失望之余，还让母后累得伤心。父皇说吾任人唯亲，只知道感情用事。或许我真的不适合做太子吧。殿下是觉得皇后是因为你没当好太子，所以才难过的？是因为你难过，你失落，你沮丧，你受人非议，你一蹶不振，所以她才自责，才伤心，自觉身为母亲的她不曾保护好你。殿下虽为太子，不过也是圣上跟皇后的孩儿，你不应该以太子的身份去听王将军求情。不过你可以以孩儿的身份去替自己的外兄求情。亲情所致，何罪之有啊？或许圣上会对心慈手软的太子感到失望，不过作为父亲，又怎会对自己的孩儿有情有义而感到失望呢？殿下，若真是因此而疏远了圣上跟皇后，他们才会真的失望，只觉自己教导失责。多谢陈娘子提点，吾知道了。哼，朕尚未示意，这帮朝臣就迫不及待的想要易主，狼子野心昭昭啊！陛下息怒啊！
朝臣们不过是猜测陛下的喜恶，迎合圣意罢了。哼，朕的孩儿能否担当重任，还轮不到他们来指挥。陛下，太子殿下求见。你说这个孩儿，总算现在知道着急了。叫他进来。殿下，儿臣叩见父皇。起身吧。深夜来此，可是有什么话想要对朕说啊？父皇，儿臣深夜睡不着，想与父皇下盘棋。哎呦，哈哈，你倒是挺有兴致啊。也好。说起来呀，你与朕也已是许久不曾手谈了。嘿，记得当初你刚学对弈之时啊，坐都坐不住，动来动去的，朕呐，恨不得把你就站在这个棋案旁。哼哼。今日有何喜事吗？看你心情颇佳呀。本来不甚开心的，不过解决了一件麻烦事儿，心里痛快了不少。三公主在我舅父继承上受罚禁足，是否也令你心中畅快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破坏霍将军祭典，我只是……你总气我行事霸道，凡事不与你商量，而你不也是在自作主张吗？娘娘，你如此莽撞行事，我会很担心。你不骂我？你若信得过我，想做的事情都可以交给我来。你在宫中并无根基，树敌这种事，还是交给我吧。虽然我说过，无论你做何事，我都会护着你，但也需你给我机会啊。其实今日怎么了？今日皇后心情不佳，因为有传闻说圣上要易处。对了，那日在宴回塔，你可知是谁要针对太子殿下？少商，这些年来，太子太过仁厚，从不约束身边人的行为，所以那些无德无才之人才会占据高位。朝中不满的人太多了，此事牵扯极广，你谨记，切莫插手。东宫最好也少去一些。对了，你方才说的喜事是什么？皇后今日多喝了一碗粥。
父皇，儿臣输了。输了？你以为朕没看出来啊？你中途故意让子与朕，怎么，现在也学着宁臣溜须拍马那一套，不敢迎朕的棋啊？父皇，您可还记得儿臣是如何学会下棋的吗？当年父皇还未出兵，儿臣也并非储君。父皇在老宅院的老树桩上做棋盘，用石块刻字，教儿臣下棋，博弈天下。为了让儿臣喜欢上下棋，还总是让棋于我。儿臣一个刚学会对弈的稚童，竟然可以每都赢得父皇的棋。父皇当时明明都可以赢我，可为何要让棋于我呢？那是因为，比起输赢，父皇更在意儿臣的感受。儿臣今日亦是如此。在儿臣心里，家人的感受比对弈输赢更重要。就算最终都是输，儿臣也落子无悔。朕明白了。叶一生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明日早朝，我要耽搁了。是。尔等的奏章，朕都已经看过了。太子为人宽宥仁厚，忠心恭孝，并非是尔等议论的那样不堪重用。朕已经决定了，由太子代掌虎符，三军须得听他的号令。赐太子虎符。儿臣谢父皇，儿臣定不辜负父皇信任。陛下，臣有话要说。这王纯纵容其子王龙离驻地去剿匪，置大军于险境。陛下，他们这可是罔顾军令。岳侯此言差矣啊！贼匪扰民，王龙将军身为守军，自要护一方安宁，替民剿匪，怎么能说成是罔顾军令呢？我话还没说完，娄太傅插什么嘴？他那是去剿匪吗？据我所知，这个王龙如今已经落入贼匪的陷阱之中，生死还不知道呢。陛下，王龙将军正因为是身先士卒，才遭此险境。臣不明白岳侯为何如此的幸灾乐祸呢？什么叫幸灾乐祸？不过是些当年来不及碾碎的草头王吧。这个王龙也是无能，你们评判他的对错有何意义呀？依我看，不如趁机出兵，荡平这些匪寇，也正好填补一下咱们国库的亏空。说的容易，吴大将军要告老还乡，凌将军即将成婚，谁去剿匪？陛下，
臣愿为陛下先锋，先杀了那帮王八羔子再说。哎，现在我们在商量怎么给王纯定罪，你就别跟着搅和了。我这怎么是搅和哎，够了吧？你们倒是说得痛快，该轮到朕来说几句了吧？斩匪作乱，民不聊生，王龙出兵剿匪，那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只是他呀贪功冒进，才使这大军陷入险境，实不堪为将。只是此乃王龙之过，与其父王纯有何干系呀？从今日起，王龙的兵马将由他的父亲来接管，其人就地革职。至于剿匪一事，子胜啊，臣在。你就和几位将军共同商议一下，定个策略之后再出发。太子啊，儿臣在。虎符已经交托于你了，届时你将与点将台亲自派兵遣将。是。父皇终于答应，派兵去救从外兄了。子胜，吾思前想后，觉得这虎符在东宫还是不够安全，不如还是交给子胜保管吧。圣上将虎符交予殿下，是对殿下最大的信任。这虎符，殿下当自己保管，不交予任何人。待到出兵之时，殿下还要靠虎符调兵遣将。可是我放心，皇宫戒备森严，只要不将虎符带出东宫，不会有人胆敢觊觎。臣还有一事不明，圣上之前本打算治罪王将军，不知殿下是如何说服圣上的？多亏了少商点醒我。昨日我与父皇下棋，聊及幼年琐事，父皇念及过往父子亲情，决定再给王将军一次机会，也给吾一次机会。子胜，你们夫妻二人，真乃是我的福星。对了，你方才说的喜事是什么？为何一直盯着我又不说话？是你让太子去跟圣上示好的。如今圣上不再打算追究王纯了，你可还满意？你这是何意？因为你给太子出谋划策，圣上打算放过王家。少商，我叮嘱过你多次，不要插手东宫之事，不要卷入朝中内政。你为何总是拒听？我只是想助皇后解困而已。难道你要让我看着皇后独自难受，我一点忙也帮不上？什么王春李春，我根本就不想管。只是皇后真心待我，我定要为她着想的。那倘若你所做之事为我平添了许多麻烦呢？皇后视你为亲子，太子当你是亲兄弟，他们抚养你长大，为何现在圣上不怪皇后太子，你反倒不高兴了？你觉得自己做的很有道理吗？那日文修君如何胁迫皇后，你又不是没看见。如今圣上不再追究王家，朝中群臣会将怨恨与不满全部泄于皇后与太子身上。
你可知有人始终对东宫之位虎视眈眈？你所做之事，很有可能帮不了太子，反而会害了他。不仅害他，还有可能牵扯到皇后。你这是把他们架在油锅上烹。这些我都不知道，我不曾想到这么多。既然不知道，以后就不要再肆意妄为了。少商，我再讲一次与你听。宫中事务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绝不是你想象中那般简单。我看这世上最不简单的，便就是你了。你总说我不懂，可你从来都没有想让我懂过。你的谋划，你的计算，你的想法，你通通都没有告诉我，我要如何才能避免？我并非不告诉你，是因为这些事太过于错综复杂。可我原本可以不用管这些错综复杂的事情，我原本可以嫁个寻常郎婿，过寻常日子，什么朝堂，什么宫廷，什么圣上殿下，通通都与我无关，临不一业。是你拉我进到此局当中的。我与你本就是两方天地之人，起初面对这门亲事之事，我也彷徨过，犹豫过。在我终决定与你在一起，做自己本不喜欢之事时，你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我，你的天地太过复杂，我这种蠢笨之人本不该参与。我不是在嘲讽你，少商，我只是不希望你涉险。我也是想为你好。我阿母从前也总说这话。你们都说是为我好，是因为我不够好，对吗？我当真不知道如何才能不改变自己，还要令你满意。可我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不计后果，做事只随自己心意。抱歉令你失望了。少商，今日我自己回去。你觉得自己做的很有道理吗？如今圣上不再追究王家，朝中群臣会将怨恨与不满全部泄于皇后与太子身上。你可知有人始终对东宫之位虎视眈眈？你所做之事，很有可能帮不了太子，反而会害了他。不仅害他，还有可能牵扯到皇后。你这是把他们架在油锅上烹。跟林不疑成婚可真麻烦。